請注意，本片有外國勢力入侵，子女請陪同家長觀看。I am lazy man。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講下全新嘅美國簽證措施。相信聰明嘅香港人都知道，我哋去旅行係可以享有165個國家免簽證或者落地簽證嘅待遇，係非常之方便㗎。不過，如果大家想去嘅地方係美國嘅話，無論係工作又好，旅行都好，都係要申請簽證㗎。咁究竟申請美國簽證係要做啲咩嘅呢？4個字，煩啊！唔單止要網上申請填表，仲要準備學校成績表、公司信月結單，然後俾成160美金嘅簽證費，最後仲要去埋面試添啊！聽到呢度係咪覺得申請美國簽證唔係咁簡單呢？但最近有件事仲令大家擔心啊，就係美國國務院因應國家安全嘅理由，宣布申請美國簽證嘅人士要喺表格上填寫5年內曾經使用過嘅社交媒體帳號、電郵地址以及電話號碼。而社交媒體包括咗 Facebook、Instagram、Google、YouTube、LinkedIn、Twitter 以及係 QQ、微博、優酷，仲有抖音啊！唔係，抖音冇。以往呢一系列嘅措施只係適用於曾經到訪過有被恐怖組織操控嘅地方，例如伊拉克、伊朗、敘利亞等等。但而家變相每一個申請人都要進行呢一個步驟，將你嘅社交媒體資料雙手奉上。其實呢個新措施所帶嚟嘅爭議都唔細㗎。最令人擔心係美國政府究竟會點樣利用我哋呈交嘅資料呢？喺今時今日，無論我哋喺 Google 搜尋過嘅關鍵字，喺 Facebook like 過嘅 fan page，喺 LinkedIn upload 過嘅 CV 等等，都令我哋嘅個人經歷、興趣諗法，甚至係政治立場都表露無遺。咁個人私隱方面，仲有乜嘢保障可言呢？更慘嘅係呢個新措施冇為拒絕簽證嘅理由攞一個清晰嘅定義。係咪我喺 Facebook 上面講一句 USA 嘅細佬其實就係 USB， 都會令佢哋唔俾我入境呢？唔單止咁，根據美國憲法嘅第1修正案，美國國會係唔可以就禁止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同埋申訴自由制定法律。而今次推出嘅新措施難免會同第1修正案產生衝突，未來會唔會有更多同類型嘅法律就真係不得而知啦。不過美國政府推出呢項新措施都唔係毫無根據㗎。以2015年嘅巴黎恐襲為例，當時嘅死傷人數達到481人，而 Facebook、Twitter、Google 都同時成為被譴責嘅對象，指出佢哋多年嚟喺知情嘅情況下，都繼續容許伊斯蘭國宣傳極端主義同埋籌募經費，最終成為發動恐怖襲擊嘅助力。又睇返2017年嘅3月，英國嘅西敏恐襲事件，當時嘅政府認為社交媒體冇充分利用佢哋嘅網絡力量揾出施襲者，決定同 Google、Facebook 同埋 Twitter 又係你3個嘅代表會面。其實我哋都明白，能夠盡快揾出施襲者固然之好，但係其實最令我哋擔心嘅係醉翁之意不在酒。假設社交媒體所受到嘅壓力越嚟越大，會唔會有一日政府要求佢哋交任何一個使用者嘅數據，佢哋都唔會再拒絕呢？好啦，聽到呢度唔知你又點睇呢？歡迎你隨時留低 comment 表達下自己嘅諗法。不過點都好啦，我哋喺網絡上高記住要為自己嘅言行負責，發表評論嘅時候點都要謹慎啲，同時好好保障自己嘅個人資料，咁就唔會咁容易成為俾人追蹤嘅對象啦。拜拜。FBI is watching you。我哋去旅行係可以享有165個國家，佢就會令我唔俾我入境呢？令我唔俾我入境。